欢迎回来。周一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指出，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机背景下，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俄方正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往，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Вы сейчас тоже об этом сказали, с еще одной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й датой – столетием осн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习近平感谢普京及俄各界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表示祝贺和支持。这是来自好邻居、中伙伴的祝福和支持，中方深表感谢。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采取的有力举措，坚定支持俄方办好自己的事。双方强调，共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全球战略安全稳定，支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单边强制性制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合力应对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强调，共同反对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疫苗合作，继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双方将共同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俄方支持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个呢，在大国元首当中呢，可能普京是第一个或者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大国的元首，表示祝贺。今年呢是中俄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就苏联解体以后建立外交关系的30周年。在不久之前呢，俄罗斯跟美国总统呢举行了会晤。这次呢，习近平跟普京那个视频连线的时候呢，也就这方面的内容呢，也两国发表了一些共同的看法，所以这通话呢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意义。此次两国元首举行视频通话，也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年之际。该条约预计于今年7月到期。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今年3月访华时，曾与中国达成协议，将该条约再次延长5年，并有望更新并添加新条款。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强调，我们应全面总结中俄关系始终航向不偏、动力不减的成功经验，对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作出顶层设计，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相信在条约精神指引下，无论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凝心聚力、笃定前行。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愿，条约确立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为俄中关系长期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独特作用。俄方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和两国合作全面稳步发展感到满意。今天我们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将为俄中关系长远发展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2001年，
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总结了发展中俄关系最主要的方针和原则，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条约还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并强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批准条约时，出席会议的409名议员中有407人投了赞成票。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表示，俄中条约在议会中以如此高票获得通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俄媒积极评价条约的意义，认为其摒弃了冷战时代国家关系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和旧模式，确定了以互信求安全、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为当今国际形势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树立了良好范例。这个条约呢是包罗万象的，尽管是在20年前定的，但到现在呢，它这是一点没过时。条约还规定了，就是两个国家面临共同威胁的时候呢，应该进行战略磋商。实际上呢，这个两个国家的战略磋商是非常密切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在疫情之前吧，正常情况下一般都要见面3次到5次。两个国家的高层就其他层级的这个交往也是非常密切。两个国家碰到一些共同的问题上呢，都能及时的进行磋商。所以两个国家呢，在这个条约的指引下，政治关系、安全领域的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呢，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不到6周内中俄元首再次云会晤。5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开工仪式。当时，两位元首的默契视频互动也成为全球媒体焦点。开工。启动。同样令人关注的是，刚刚与拜登在瑞士会晤的普京直面美国媒体，同样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14号播出的专访中，普京直言，俄罗斯相当珍惜与中国之间的高水平关系。面对 NBC 记者处心积虑的挑拨，普京当场揭穿，并再次声明俄方立场。You know, we ar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ne does not choose one's neighbors. We are pleased with the level of our relationship, which, as I said, is unprecedentedly high, as it has evolved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we cherish it, just like our Chinese friends cherish it, which we can see. Why are you trying to drag us into some kind of issues that you evaluate as you see fit for build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will tell you completely honestly. Can I be completely honest? 这次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我是多次参加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了。多次跟普京呢面对面的有交流。普京总统在说到中国道路的时候，说到习主席的时候，他都是满腔热情的表示赞扬。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您觉得条约延期意味着什么？是的，美西。这是中俄两国领导人继今年5月19号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之后的又一次视频会晤。在我看来此次会晤起码有3个重大意义。首先，7月1号这个神圣的日子即将到来，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了100年党庆的庄严时刻。庆祝建党100年的大型文艺演出，今天晚上也已经在北京隆重上演。在这个举国同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持续聚焦的时刻，俄罗斯的国家元首出现在视频连线的另一端，微笑着亲自发来祝贺与问候，当然是意义重大的。这既是同为国家元首的
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同事之间的祝贺，也是作为重要邻国的俄罗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这些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高度赞扬，是对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的充分肯定。其次，这也是中俄两国之间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对话。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当下，中俄两国迎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今天，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宣布条约延期，续写了中俄睦邻友好的新篇章，赋予这份重大外交文件更加丰富的新时代意涵。在我看来这个新时代意涵正是习主席对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3个关键定义。他说，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中俄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再者，这也是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6月16号瑞士日内瓦会晤之后，在当月实现的中俄领导人对话。这无疑体现了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度互信，是中俄关系立足于中美关系、俄美关系这3对影响世界格局发展的重大国际关系的再次锚定。它所传递出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影响中俄两国，更向世界发出了任尔东西南北风，中俄自岿然不动的重大信号。我认为，中俄关系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无疑是这个变数丛生的世界格局中最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确定性。好的，也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